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每周分享家庭美食。今天来分享一款提拉米苏的蛋糕。这款蛋糕它不需要用到烤箱，制作技巧也不是特别的难，就是材料稍微有一点点的多。但是按照老爸的方法，我相信很快在家里也能吃上自己亲手做的提拉米苏的蛋糕。首先，这款提拉米苏它不需要用到烤箱，所以在准备材料的时候要准备1到2包这样的手指饼干。当然，我们吃到的很多市面上售卖的提拉米苏也是用这样的手指饼干来制作的，现在用不到，把它放在一旁。第一步，取来2个小碗，然后再取来3个鸡蛋，把蛋清和蛋黄分离，很简单。直接来看下一步，把蛋清放在一旁，取来一个打蛋抽，把蛋黄打均匀。接下来再取一个小的容器，首先要保证这个容器它可以加热。因为家里不太好找这样能加热的小容器，所以选择了一个量杯代替。在量杯中加入60克的白砂糖，然后再加入50克的清水，这样把这个量杯放在电磁炉上加热。当然也可以用明火加热，加热的时候要用一根筷子不断的搅拌，不然里面有大量的糖，加热的时候就糊底了。把材料加热至沸腾以后，一定要趁热，然后一点一点的加入到这个蛋黄当中。边加入的时候一定要边搅拌。如果这里一不小心倒入的太多，很有可能会把部分的蛋黄烫熟。接下来搅拌到这个蛋黄微微发白就搅拌好了。接下来准备下一份材料，准备一个小碗。今天做的这个提拉米苏是硬版的，所以可以加入10克的吉利丁片。如果想做软版的提拉米苏就不需要加入。把吉利丁片放在小碗当中，取来适量的清水，常温就可以，然后把吉利丁片浸泡上。好了，接下来看下一份材料，再取过来一个小碗，小碗中已经准备好了1袋速溶的咖啡。如果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速溶的咖啡，就用热水给它冲开。当然有一些朋友也可以选择用现磨的咖啡，咖啡不需要太多，我们只需要一个这样普通的小碗，准备大概有一点点，一个碗底这么多就够了。好了，准备好了之后放在一旁。今天做的提拉米苏准备的材料比较多一些，但是到现在为止它的制作难度也不是很大。这一份材料是250克的芝士奶酪，有的包装盒上也会印着奶油奶酪。前几天分享芝士蛋糕的时候也是用到的这种材料。接下来取来蛋抽，把这250克的奶油奶酪给它搅拌成粘稠的糊状，大家看一下，特别的粘稠，方便下一步。然后把刚才准备好的蛋黄全部加入到里面。这一步就比较费力气了，要不断的搅拌。切一个特写给大家看一下，要搅拌到什么样的状态。搅拌到这种特别的光滑、特别的均匀、粘稠的糊状，用打蛋抽挑起来，能顺滑的往下流就可以了。接下来准备下一份材料，150克的淡奶油放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碗中。然后淡奶油中加入10克的白砂糖，这个白砂糖是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的，如果大家想吃更甜一点的，可以添加20克、30克。接下来打发淡奶油，淡奶油不需要打发的太硬，用打蛋器挑起来，还能自己缓慢的往下流，打发到这种状态，看上去就是半稀不稀，半稠不稠。然后接下来进入下一步。今天准备的这份材料是一个6寸的提拉米苏，所以要准备一个6寸可托底的模具。理论上来说，如果要做8寸的材料需要翻倍，就是我们在做提拉米苏的时候要加入一种咖啡酒，因为家里没有，所以加入了这种普通的勺子，1汤勺的朗姆酒代替。好了，接下来下一步就开始来制作。先戴一副一次性手套，把拇指饼干拿过来。拇指饼干过一下咖啡酒，如果想吃咖啡味道更浓一点的伙伴，可以多浸泡一会儿，然后平铺在这个模具当中。接下来的下一步就是要把所有准备好的材料拿过来，然后刚才准备的吉利丁片放在一个刻度杯里。紧接着取一小碗的热水，隔水把浸泡好的吉利丁片融化成这种液体，把淡奶油和刚才准备好的蛋黄的材料混合在一起，用刮刀一定要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的中途把吉利丁片叶也倒进去，然后继续搅拌，一定要把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这样在模具里可以先倒上一层我们准备好的材料，然后再铺上一层拇指饼干，最后把剩余的材料也全部倒在上面，用刮刀辅助材料找平，然后在桌子上轻震几下，然后把这个放在冰箱里冷藏大概3到5个小时。冷藏的时间跟家里冰箱的温度设定是有关系的，一般冷藏3个小时就够了。取出来的时候不好托底儿，可以用一个吹风机或者是热毛巾辅助一下，这样下面再垫一个杯子，很快就能把提拉米苏完美的脱模下来。如果想吃巧克力味道的，可以在上面淋一层薄薄的可可粉。好了，我们可以用刀把这块蛋糕切成小块的，和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这样我们今天的这款家庭版的提拉米苏的蛋糕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一定要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为了方便大家去记去看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材料也已经备注在视频下方的备注栏。